道家第一传人庄子竟然说仁义道德是专杀好人的工具。庄子戳破统治者的谎言，揭秘了人性最可怕的真相。可他到底为什么强调道德之剑专杀的是好人呢？庄子到底发现了什么？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熟悉鲁迅的读者想必都知道这么一句话：翻开历史，满眼都是吃人两个字，而吃人的主语正是仁义道德。既然仁义道德，又怎么会吃人呢？这想来怎么也有些匪夷所思。原因很简单，一般人对仁义道德的认知是良性的，而鲁迅对这个的认知却是恶性的。事实上，早在道家创立之初，也就是老子、庄子那儿，就充斥着对仁义道德的厌倦和鄙夷。庄子甚至说得更直白，如果现在君主们推举贤人，短时间肯定能让社会保持稳定的秩序，但久而久之，大概是千世的岁月，人们也就会沦为吃人的怪物。不难看出，在庄子这里，仁义道德最开始也不是被一棍子打死的。那么，为何仁义道德一开始的施行能对人类社会有所好处，而在千世之后又没有好处，反而能让人变成吃人的存在呢？庄子也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的：天下万物各有各的本性，对于人类来说亦是如此。试想一下，且不说这本性究竟是人类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形成的，总而言之，它经由不同的人生经历造就之后，对好坏的界定一定不是那般的一致的。这也是说，或许在关于某件事好坏的评价上，人们的看法或许是一致的，但在认定的原因上就很有可能出现较大的分歧，这就是人性的使然。然而仁义道德却是明确的给人规定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由得人们分说。这个标准的制定往往是依据统治者的意志来决定的，一旦它形成社会的规范，并在长期的服从遵守中形成自然而然的习惯之后，人们就不再会怀疑基于他所做出的任何判断。一旦有人怀疑，那么很简单，这个人一定会被社会所批判，甚至是唾弃。放在现代社会，庄子所说的话指的就是一群只会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他人的存在。这群人并不能深入理解被批判者的人生经历，而只看见对方不符合社会道德所要求的那般行为，全然不顾及对方为何如此的苦衷。当然，也有些人违背社会道德不存在着什么苦衷，单纯就是他道德水平比较低下。但第一种情况却也是封建时代常有的事，甚至是统治者施压权威之后的结果。道家揭秘人性最可怕的真相，为什么说仁义道德其实是专杀好人的工具？根据《左传》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当时已经取得了天下霸主的地位，但碍于礼制，还是将周朝奉为名义上的共主。与此同时，自己也还是说着仁义道德的那一套。然而，天下所有人都知道，此时的齐桓公才是不好惹的存在，因此也就有一些人生出了献殷勤的念头。比如说，这位名叫易牙的厨师，一次偶然的机会，易牙听闻齐桓公想尝尝人肉的味道，于是他就暗自将此事记在了心里。一日，易牙看着自己4岁的儿子出了神，就想着可以献出自己儿子的肉给齐桓公吃，于是他就杀害了自己的儿子，献上了肉。得知此事的齐桓公不但没有觉得易牙狠毒，反而觉得他是真的忠心，竟然把自己看得高于自己的血肉，于是就此非常重用这个厨师。不难看出，统治者一方面倡导着仁义道德，一方面却心安理得的吃人。这种看似冲突的行为正表明了一件事：仁义道德本身是可以被解释的，当然解释权只在统治者手中，而被统治者也不介意这个仁义道德究竟是什么，只想着能为自己谋取利益即可。庄子曾说，这仁义道德杀人的事件起码要等到1000年，可实际上他从不需要漫长的等待。无独有偶，根据《晋书》记载，一个名叫吕逊的人见色起意，看上自己的弟弟的媳妇，于是在某一天晚上就用了些肮脏手段强行侮辱了自己的弟媳。知道此事的弟弟想要向官府告发，却没想到让吕逊先行一步污蔑弟弟不孝。在当时的时代，不孝的罪名远远大于强奸罪，于是吕逊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反而是他那无辜的弟弟被流放到了边郡之地。或许有人会说，官府不能查明真相吗？官府不是不能查明真相，而是不愿意。在封建时代，一旦有人被告发出谁不孝，都会以一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给处置。毕竟，维护所谓的孝道才是稳定封建政权的根本所在。而从春秋到魏晋时代，仁义道德的标准其实是一直在变的。这个标准的说法究竟是怎么样的，就在于统治者怎么解释的问题。因而庄子这才如此的嘲讽仁义道德的存在。他曾说，这仁义道德就好像是人手多出来的一根手指，它对于每个人来说
说都是无用的，违背人的天性的。可有一批人却没有多长出这个手指，但是他们却关注到了别人手上多出来的手指，于是这无用的手指就成了约束对方的利器。既然仁义道德容易变成他人约束自己的利器，为何不抛弃它呢？为什么说专杀好人的道德之剑比法家商鞅更加可怕？道家眼中的仁义道德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儒家又为何对这一套倡导了千百年？这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儒家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仁义道德被统治者掌控的事实，但他们依旧不肯放弃。原因很简单，儒家认为仁义道德乃是人的天性，是人骨子里的东西，因而无法抛弃，只能忍受。在大部分人那里，仁义道德意味着善良与和谐，只是在少部分人那儿，仁义道德才被他们所利用。如此一来，笃信仁义道德力量的大部分人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那少部分人的工具。尽管如此，儒家还是坚信总有一天仁义道德的力量会感化所有人，使得它回归到本来的面目，而不再是被利用的工具。道家却不信儒家这套说辞，他们对于人性的看法很简单，仁义道德绝对不可能是人性中的一部分，它就是外力强加上去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在外力强加上去的，因而它就可以被人无限的改写。庄子还特意说了这么个寓言故事，一个名叫臧的人，因为太过沉迷于读书，以至于没看住自家的羊。同样，一个名叫谷的人，也因为过于沉迷于下棋，钻研棋术，而忽略了本该看守的羊群。两个人同样的事件，却得到了不同的结局。臧被认为是勤奋的代表，而不会被责怪，而谷则被认为是玩物丧志，被骂了一顿。庄子说道，事实上这两人所犯的错误是一模一样，毫无区别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因为什么而犯下的错。但倘若你说臧看书勤奋的话，你难道就能说谷研究下棋就不勤奋了吗？在庄子看来，二人都是因为在做一件认真的事情罢了，而对这些事情的评判，也就是所谓的仁义道德，是完全可以变化的。庄子的这些话说的不无道理。试想一下，过去的时代往往强调分数，读书是唯一的成才之路，如今成绩读书仍然是主流观点，但起码也出现了一部分拥有其他天赋的人。这也是说，现在被视作不务正业的现象，很有可能在以后成为关于发展的主流观点。总而言之，这一套概念的体系是可以变化的。既然要变化也会变化，何尝不依据万物的天性来呢？保留自己的本性，依据着自己的本性去发展自身，这才是真正的聪明，这才是真正的做到关注自身。而只有关注自身的人，才有可能获得对自我的最高认知，达成一种逍遥游的境界。当然，由于每个人的本性都不大一样，因而就更没有必要看到别人获得什么，自己就去追求什么。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应当是建立在自己的需求之上，而不是看他人的需求。一旦按照他人的需求来活着，那就会丧失掉自己的本性，那么自己也就会被吃掉。这并不是说不可以做一个随波逐流的人，而是说，就算你要随波逐流，也应当是建立在自己的需求之上。换言之，是你自己想做这些，这才是自由的最高境界。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期所谈的仁义道德，并非人性真正的善心，而是被一些有心人利用，或者说用来道德绑架的一套枷锁。庄子讽刺的是伪善，而不是真正的善良。道家认为真正的善在于不知善而善，本心如此才是真善，而非虚伪的逢场作戏。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